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3月1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2月28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210.59，收盘价是205.71，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11.23，最低价是在203.75。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8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量，当日的成交量是 1.53 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95 倍，略有量缩。KD 值，我们会看到开口变小。双线呢向水平方向发生合拢，那这样的现象啊，说明股价处于横盘中。MACD 开口不变，双线是继续下行。那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长的红柱，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多头趋势的回档中。好，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2月28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红 K 线，那下影线略长，它所处的位置是股价在反弹后的回档中。那当日的收盘价与前一个交易日收盘价相接近，也就是说出现了横盘。那也说明这样的一个小红 K 线啊，它是股价出现反弹后的一个休息的 K 线。那当日是有新高出现的，收盘在低位，说明上方是有很大的压力的。那日后啊，只有股价收盘价站上这个小红 K 线的最高，那股价才能会继续上涨，否则呢，股价将会出现下行或者说是横盘。好，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分析股价后续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2月2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第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向上或向下的突破。一个呢是向下，是回档，收盘在200附近；向上是收盘在213，上涨。那既不上涨也不回档，那可能会出现平盘，也就是收盘价在208.5附近。实际在2月28日收盘价是在205.71，出现了横盘。那我们预测的平盘的结果啊，和实际发生的平盘和实际发生的横盘是相接近的。也就是说，股价反弹后上方出现了压力，然后呢出现一根休息的 K 线。那这样一来啊，我们先从股价的上行开始来说。那对于3月1日股价如果是上行，那它的目标依然是217。那目前在到达217之前的压力是前高，也就是211附近。那在前一期视频啊，我们说过，对于2月28日，说从209一直到上方的217，这个区域是空单的进场或者是加仓的位置，所以在这个位置压力会很大。那我们会看到，在2月28日也是在这个区域呢，股价遇到压力而出现回撤，也就是收在低位。那我们说这个地方对于3月1日来讲，
从211到217依然是比较大的压力，也就是这是空头的加仓和进场的位置。对，那日后也就是3月1日，或者在日后股价如果能够站上217，能够站上这样一个强压力呢，那我们说股价将会出现一波新的上涨行情。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237这条水平线，是在2022年11月1日这根 K 线的最高。好，这是它的第二个目标。那我们等股价站上了217之后呢，我们再去讨论237。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股价的下行。股价下行的目标依然是187这条水平线。那我们从目前的这个日 K 线图的形态来看，187如果被跌破呢，股价将会转为空头的趋势。对，那么在到达187之前，目前看我们会看到各条均线值，包括这个缺口，还有我们的这条趋势线，那都将会成为支撑。那特别重要的一个点呢，对于3月1日，也就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到达了200关口附近，那正好也和我们这个趋势线和当日 K 线的焦点重合，所以这个点位呢也是重要标志，因为在多头上涨的趋势当中，如果股价收盘价跌破了20日均线值，那也就意味着这一波多头将结束，股价将会进入到空头，对，或者我们说叫深度的回档。那深度的回档呢，我们继续说，就是我们说的，当187被跌破之后，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62。如果日后股价的收盘价跌破了20日均线值，再跌破187，我们首先说跌破20日均线值将会出现深度回档，那187有可能不会支撑住股价，那股价会测试162。对，当然，出现深度的回档呢，也有可能股价还没到达162呢，又转为多头。对，所以我们说，我们在这里是想说明20均线值的性质和它的叫做跌破20均线值后续可能会出现的现象。对，好，那我们连带把第二个目标也说了，就是依然是162。那我们等股价跌破187，或者说是跌破了20日均线值之后，我们再讨论162这个位置。当然，我们如果继续延续下说，如果162被跌破呢，那股价一定是目标是101这个前面的最低。当然，是否能达到101呢？我们要看日后的股价的走势才能去再判断。只是说它的目标，只要162被跌破，目标一定是101.81。好，那这是我们分析股价后续走势的上行和下行。那对于3月1日来说，我们要给出一个比较关键的点位，是在203。203是当日新生成5日均线值的中线，我们把一条水平线调整到203，然后我们把这条水平线删除。那对于3月1日，我们要特别关注203这个位置。那在盘中股价如果说不低于203我们说股价会出现上行。对，如果在盘中股价走势低于203呢，那我们说很有可能在当日股价会出现下行，或者说是出现横盘。好，这是我们关注的点。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我们首先说第一个操作，我们是在2月22日
当日的收盘价建仓50%的仓位抢反弹，然后呢，在2月27日，也就是说前一期视频我们说它的收盘价是在207.63附近要加仓5%，然后目前的总的仓位是10%。我们说在2月28日的止损位是在197，对，那么在2月28日股价并没有跌破197，所以目前我们是继续持有这个仓位的，但是这个仓位目前还没有盈利，在叫做就账户的余额上依然是亏损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目前给出止损位，对于3月1日这样的一个操作的止损位，我们将由197提升到200关口，对，也就是我们守20日均线值。那如果在3月1日股价的收盘价跌破了200，那我们应该止损出场，这是对于第一个操作。好，那第二个操作是在2月27日的收盘207.63，说在这个位置初次建仓抢反弹，那我们抢反弹的目标是在213，在2月28日股价的最高并没有到达213，因此有可能没有盈利出场，可能还会再持仓。那我们给出的2月28日守，我们说叫止损，我们是守197的，所以目前第二个仓位依然是持有的。那第二个仓位依然持有呢，到了3月1日，我们要将止损的位置从197提升到200，也就是在3月1日，如果股价收盘价跌破了200关口，那么在2月27日5%进场抢反弹的这个仓位要止损出场，这是技术上的纪律，操作纪律。对，好，这是我们说的2个操作，然后我们再给出一个信息，就是在我们之前的视频当中提到过，建仓加仓一路到这个位置，我们说在2月16日没有叫做当日是收盘价跌破了50日均线值，没有停利的，那目前在之后也没有停损的，之前依然持有仓位的，或者之前不管是在哪个交易日建仓的，目前如果账户的余额是盈利状态的，那么我们给出停损位的建议。对于3月1日如果是盈利状态的，停损在192就是我们守2月22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或者是守187，是2月13日这根 K 线的最低。那我们不给出停利，因为在这个区域，如果一直没有出场呢，那这样的一些叫做持仓，它的目标一定是看高的，所以说它不会在这个地方停利出场，所以我们给出停损的建议是192或者是187。停损我们指的是停止利润的损失，是指盈利状态下的持仓。好，这是我们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空头。
空头我们不给建议，我们只讨论空头，来帮助我们做多头。对，好。那空头我们说在3月1日开盘之后，既会有空头进场，也就是说很可能会是低开盘。那在这个区域，如果空头进场建仓，它的目标当然就是187。那当然更远期的目标是162了。好，那么我们说在3月1日当日，如果开盘之后既有空头建仓，然后我们给出的这条水平线在203附近，203附近是多空双方的争夺的一个区域我们给出一个叫做我们应该说是一个区域，是从203到205，也就是前一交易日收盘价一直到203，在这个区域是3月1日开盘之后多空双方争夺的区域，所以在这个地方是会有空单加仓或者建仓的。那再向上说，股价在211到217之间，这是空头的加仓位置，所以这个地方会有很大的压力。然后呢，对，当然它的回补位就是217，或者是上方的221，也就是它守这个200日均线值。所以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对于空头开盘之后，203到205是它争夺的一个区域，然后股价如果继续向上呢，在211到217之间会有很大压力，就是空头会继续加仓。好，这是我们说的空头。那接下来我们来看3月1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第一个压力位就是前高211，第二个压力位是217，第三个压力位是221。下方的支撑，我想依次来说一下。5日均线值是在203到205之间，10日均线值是在203到204之间，然后20日均线值和当日新生成的125日均线值都会在200关口附近。加上这个缺口，再包括前一日 K 线的最低，所以第一个支撑是一个区间，是从197一直到205，这是第一个支撑。我们会看到这个支撑的区域是非常大的，并且呢也都是强支撑，里边还有一个关键的标志，就是20日均线值是在200正好又是一个整数关口，所以这个区域是强支撑。强支撑我们认为它一定能支撑住股价，但是强支撑如果被跌破，那么股价将会有更深度的回档。好，这是第一个支撑。第二个支撑是192，第三个支撑是187。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3月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那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依然是要给出2个方向，一个是会出现上涨，如果出现上涨，将是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06，最高上方会到达215，收盘会收在213附近。它的条件是必须是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05的。
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上涨。另外一个方向，股价会出现回档。如果出现回档呢，它将是低开盘，或者也很有可能是跳空的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06，最低下方会回踩到200，收盘会收在201.5附近。那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低开盘或者是跳空的低开盘，然后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过207.5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下行，也就是回档。好，这是第一个可能，两个方向。那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横盘。如果是继续横盘，它将是小幅的低开盘，或者是小幅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到达202，上方最高会到达208.5，收盘会收在204附近。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3月1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非常感谢各位赞助会员朋友，谢谢大家的支持。